1945年6月24日，一群中国人竟然在日本发起了暴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大家好，欢迎走进历史时光。今天我为你讲述花岗暴动耿尊的故事。在南京大屠杀中，除了不幸遇难的受害者，还有一些抗日战士被日军押往了日本，被强迫进行高强度和高危险的劳动。这些被送往日本的战士，大多数在踏上轮船的那一刻已经无法回到故土。不过，仍然有人想方设法地回到国家。例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耿尊。耿尊出生在河南的一户生意家庭之中，起初家庭条件不错，他也读过几年书。但是随着局势的动荡，耿尊家里的产业被土匪一把火烧了干净。无奈之下，耿尊只好放弃学业，通过卖书来给家里补贴家用。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耿尊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心里也有了报国的念头。1932年，怀揣着报国之志的耿尊来到部队，因为表现优异、作战勇猛，逐渐成为了一名连长。身为连长以后的耿尊，并没有过和其他国民党长官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是在战斗中不改当年本色，一往无前地冲在战斗的前线。按照耿尊的风格，我们或许已经想到了他的结局，要么荣归故里，要么马革裹尸。可是连耿尊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会是第三种结局，被俘。当时耿尊带领连队在洛阳阻挡日军的进攻，因为耿尊连队的武器十分简陋，机枪只有3挺，他们所要面对的则是拥有重型火炮和坦克的日军精锐连队，所以这一战耿尊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念头在战斗的。这一场实力极为不对等的阻击战打下来，耿尊身上多处负伤，整个连队大多数人全部战死在了阵地上，耿尊则被一发炮弹打得昏死过去。等到耿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日军俘虏，赶上了一艘大船，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300多名被俘的中国士兵。经过简单了解，耿尊才知道这一船中国士兵将会被送往日本充当劳工。大船响起一阵阵的传笛声，此刻的他们只能通过痛哭来与故乡做最后的告别。因为此时美日已经开战，所以日军就在海上绕行7天7夜来躲避美军潜艇。同时，为了防止暴动，他们还将中国士兵赶到船舱里。封闭的环境加上闷热的天气，很快就有人坚持不住死去了。耿尊看到这种情景，他们将所有中国人分成了9个小组，让小组内的人相互照顾，并且进行鼓励。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日本以后，耿尊等人被安排到了日本花岗的一家煤矿里，这里一共有劳工1000多人。耿尊因为个人能力与魅力，成为了煤矿劳工的大队长。此刻，劳工们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坚持下去，早日回国。一开始，日军还给中国劳工发些粮食用作充饥，可是随着日本国内资源的紧缺，渐渐的给中国劳工的食物从粗粮变成了一种用橡子面做成的小窝头和吃剩下的苹果渣。这些东西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分量也不够。许多劳工在高强度的劳动之下吃这点食物，很快就有人活生生的饿死。食物的紧缺仅仅是劳工遭受迫害的一方面，他们在日本高强度的工作更为残酷，不仅没有休息时间，每天10几个小时的工作，让许多劳工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当时在花岗矿工作的日本人心中有心地善良的一名日本矿工悄悄告诉耿尊说道：苏联的一支部队将会从日本北海道附近路过，你们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回国。耿尊听到以后，仿佛看到一丝回国的希望。他看了一眼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劳工，已经从1000人锐减到700多人，而且大多数已经瘦骨嶙峋，再不进行反抗将没有一丝希望。于是耿尊就开始联系中国劳工，开始组织暴动。耿尊对劳工们说道：如果我们再不进行反抗，那么注定看不到故乡的模样。在这群劳工中，既有国民党军，也有共产党军，甚至还有无端被日军抓来的农民。此刻他们放下所有政治方面的意见，渐渐地拧成一股绳。开始暴动的时候，耿尊派人到日本监工居住的宿舍，将里面的电话线以及电线全部切断。但是在切断电话线的时候，被值班的几名汉奸发现，于是劳工只能选择主动出击，将几名汉奸与劳工全部打死。其他监工看到劳工暴动以后，立马四散而逃。没过多久，矿区里传来了刺耳的警报声。面对这些意外，耿尊只好改变原有的计划，带领劳工上山进行隐藏。
很快，劳工暴动的事情就引发了日本政府的注意。当地一些极端团体和警察组织了2万多人准备上山围剿逃出去的700名劳工。在巨大的人数差别下，劳工的这次暴动以失败告终。随后，耿尊等人作为暴动的主要策划，被日本政府判处死刑。得知自己被判死刑以后，耿尊并没有过度激动，在他看来，自己也为回国做出了最后一份力量。天无绝人之路，在监狱等待死刑的过程中，他通过一名日本狱友得知日本此次已经宣布战败。很快，耿尊也被宣布无罪释放。等到耿尊回国养伤痊愈以后，他再次踏上前往日本的轮船。不过这次，耿尊的身份是作为指控日本监工的暴行的原告。最终，曾经压迫他们的日本监工主要负责人都被处以死刑。或许他们的死能够对客死他乡的中国劳工以示慰藉。而耿尊在回国以后就以务农为生，并且积极为在日本死亡的中国劳工维权，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公开的道歉和补偿。最终到了2006年，耿尊因为疾病在医院去世，享年97岁。